你敢信吗？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可能会吃掉同类，而且不是为了活命。在法国的一座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了6具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但这些遗骸既没有被埋葬，也没有被尊敬地安置，而是被屠宰、剔肉，他们的舌头被割掉，头骨被敲开，剩下的骨头被扔进和猎物骨头一样的堆里。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饥荒绝望下的选择，还是冲突，亦或者是一种精神或宗教行为？30多万年来，尼安德特人在广阔的北方地区繁衍生存，他们可不是那种半人半兽的怪物，而是我们进化史上的近亲。当我们的祖先还留在南方时，他们已经走向北方，征服那里的严酷环境。虽然人们常常用刻板印象看待他们，但实际上，尼安德特人是很复杂的群体。他们会用火，能制造精巧的石器，还能捕猎大型动物，甚至会埋葬死者。然而，我们依然不断发现一些遗骸，骨头上留着不容否认的屠宰痕迹。到目前为止，这种遗迹已经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将近10个地点被发现。首先，我们要看看法国莫雷盖尔体洞穴的发现，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被挖掘出来的，当时被视为教科书式的尼安德特人生活范例。这里有鹿、山羊和毛犀牛的骨头，说明那是一次丰收的狩猎季。他们的屠宰技术相当高超，从骨头上精准切下肉和肌腱，还会劈开肠骨，取出里面高热量的骨髓。尼安德特人处理猎物可谓不浪费一丝能量，把每一分热量都榨干。但是他们的猎物可能不只是动物，还包括其他尼安德特人。考古学家发现，那6具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上都有屠宰的刀痕，手法甚至像恐怖片里的情节。2个年轻个体的面部咀嚼肌被割掉，其中1人舌头被切除，所有的颅骨和肠骨都被敲开，取出脑髓。而且这些不是为了仪式，而是为了获取热量。更诡异的是，虽然他们会用火，但骨头几乎没有烤制的痕迹，说明这些肉几乎是生吃的，新鲜剁下，直接吞下肚。想想看，这可不是吃刺身，而是直接啃人肉，连火都省了。这画面光想就让人头皮发麻。而且这些遗骸也没有被埋葬或特殊处理，因为它们就这么和鹿骨、其他猎物的骨头混在一起，好像根本没区别。带队的研究员阿尔芒·德弗利科尔就说，人骨和动物骨被同样对待，可以推断它们的用途是一样的，为了吃。这处遗址描绘出了一个残酷的尼安德特人世界，在那里，吃掉孩子的大脑和舌头并不被视为禁忌。那是一个掠食者和猎物之间界限消失的时代，哪怕是对同类也不例外。但姆莱戈尔基并不是唯一发生这种事儿的地方。几百公里外，在西班牙北部群山中的一处阴暗洞穴里，也出现了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大约在49000年前，至少12名尼安德特人在这里死去，但他们不是单纯的死亡，而是被系统性的肢解，头骨被敲开取脑，四肢被打断取骨髓。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它既不迅速，也不干净。在郭亚的洞穴，至少发现了5具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包括儿童，他们的骨头上有切痕、刮痕，还有精血分解的痕迹，而旁边就躺着被处理的一模一样的驯鹿和马的骨头。这很清楚地表明，在肢解者眼里，这些尼安德特人就是肉，没有任何区别。全球还有至少8处尼安德特人遗址显示过食人的证据。试着想象一下那个世界，安全感几乎为零，每个陌生人都可能是威胁。而且，有时候推动这种暴力的并不是饥饿，而是权力。强大的部落袭击弱小的部落，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因为要展示支配地位。当一切结束时，他们不会就此离开，而是割下受害者的脸部肌肉，敲开颅骨，取出脑髓，然后把骨头丢进和鹿马一样的骨堆里。因为在那一刻，对他们来说，人和猎物并没有区别。虽然我刚才描绘的是尼安德特人生存中最残酷的一面，但接下来我们要加入更多的思考，因为正如你会看到的，食人的原因远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很多人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但事实上，它在大自然中并不稀少，至少1500种生物都可能求食同类，包括与我们关系最亲近的黑猩猩。人类历史上，因为饥饿、隔绝或仪式等原因，
吃人的行为其实不少见，有些情况，人们甚至要靠吃身边死去的同伴才能活下去。想想餐桌党的故事，19世纪中叶，一群美国拓荒者从中西部迁往加州，路上因种种错误被困在崎岖的内华达山脉。严冬将至，口粮耗尽，他们开始饿死。眼看要集体饿死时，剩下的人不得不吃了已故同伴，甚至有2名美洲原住民也被牵涉其中。这些拓荒者并不比其他人更恶劣，仅仅是不走运才陷入如此绝境。我们今天很容易冷眼旁观，但当时他们可能真的别无选择。现在做个思想实验，千万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餐桌党的食人遗骸，他们会怎么判断我们？或许会分析骨头上的营养和压力痕迹，比如发育迟缓、骨质脆弱、头骨上出现小洞，这些都说明身体在饿到极点，自我分解。有些尼安德特人食人的遗址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特征，比如在西班牙的埃尔萨洞穴和法国的穆拉格尔西洞穴都有骨头上的营养与饥饿的迹象。科学家检测了尼安德特人牙幼稚的生长痕迹，发现有多次严重营养不良或疾病的迹象，说明他们经历过反复饥荒。或许他们真的濒临饿死，家人为了活下去被迫吃掉尸体。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埃尔萨洞穴的尼安德特人食人是因饥荒，但这并不比19世纪的美国拓荒者残酷。1800年代这个例子很重要，因为它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人。他们生活在极端恶劣的世界里，严酷的冬天会迫使他们连续几个月没有食物，只能困在原地挨过寒冷。在这样的绝境中，他们做了任何人在那种情境下都会做的事儿。罗斯山遗址的遗骸中也同样很可能存在食人行为的证据，这也表明了营养不足的情况。虽然其他遗址的证据并不那么清晰，但在戈亚塔纳法里遗址，食人现象的证据是确凿的。尽管这个群体看起来当时并没有面临饥荒，这种行为可能暗示着更阴暗的动机，而这种动机确实令人不寒而栗。有可能某些尼安德特人群体会为了食物或报复而猎食同类。毫无疑问，尼安德特人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毕竟还有什么比毫无意义的暴力更人类的呢？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偶尔会互相残杀，而被杀死的敌人也许会被吃掉。这并不是出于不敬，甚至可能是出于实际考虑。毕竟，我们的身体本质上就是肉，一个成年人的身体大约含有10万卡路里的热量。如果没有道德上的反对，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热量白白腐烂呢？甚至在一些当代文化中，亲人被食用反而是一种纪念他们的方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布亚湾地区是食人行为最后几个被广泛实践的地方之一。食人行为的动机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吃掉已故亲人，这是一种丧葬食人。人们相信，与其让尸体被蛆虫和虫子吃掉，不如由亲人吃下去。据说，许多巴布亚人甚至会在死前明确要求家人以这种方式安葬他们。在葬礼上，遗体会被烹煮，并主要分给成年女性食用，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最适合承载灵魂的人。食人行为也常常发生在战争时期，阵亡的敌人被视为食物来源。然而，这种行为导致了危险的软病毒疾病的传播，这类疾病会通过这种做法在族群中扩散。在克罗地亚的克拉尔洞穴，有一处尼安德特人的遗址格外引人注目，它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性。在这里发现的10几具尼安德特人遗骸都带有切割痕迹和骨折痕迹，很明显发生过食人行为。但这次的动机可能并不是饥饿。研究人员在分析这些遗骸的牙齿时，没有发现严重营养不良的迹象，而且这处遗址的年代正好处在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附近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也就是说，这些尼安德特人并没有饿到走投无路，他们是有其他生存选择的。这意味着这次的食人行为很可能与生存无关。科学家推测，它可能是出于某种象征性目的，因为这些遗体并不仅仅是被宰割，它们的骨骼被非常仔细地分解关节，而且切割位置往往并不符合取肉的逻辑。有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遗骸可能是仪式性剥解的例子，也就是有意地去除人体软组织，但并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精神性或社会性的行为。有些人可能听说过天葬这种习俗，在西藏及周边地区很常见。人类的遗体被留给秃鹫啄食，这些遗体通常会先由专门的仪式人员进行肢解和剥肉，然后把骨头碾碎，混入面粉，再喂给乌鸦。这种做法背后的信仰是，
秃鹫会帮助灵魂升入来世，这是当地人真心相信的行为，而且是出于尊重和敬意。像法国的克罗帕拉克洞穴和蒙特克里斯托洞穴等一些尼安德特人遗址，也都发现了类似的肢解、刮削痕迹，但没有明显的营养不良迹象。在这些案例中，有研究人员提出，尼安德特人可能有类似葬礼处理的传统，把遗体肢解后备给食腐动物，这是一种丧葬习俗。我们很容易把尼安德特人想成那种没脑子、没道德的野蛮猎手，会互相追杀并吃掉同类。但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多么多样化，其实很明显，尼安德特人吃同类的原因也有很多，有的可能真的是饿到极限，不得不吃去世的亲人才能活下来；有的可能是为了完成特定的送葬仪式，把亲人喂给秃鹫；也有的可能出于尊敬才吃掉亲人。当然，也几乎可以肯定，暴力的、充满敌意的食人行为同样存在，毕竟那个世界非常残酷。但如果你要称尼安德特人为食人族，那你也必须承认，我们人类自己与这种行为的关系有着更多、更明确的记录。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根本不该被贴上那种贬义的食人族标签。在我们发现的大约300具尼安德特人遗骸中，只有大约15具有食人的证据，而且就算是这些案例，也存在争议。或许有些尼安德特人群体对这种行为很熟悉，但我敢说，很多尼安德特人一辈子都不会去做这种事儿。毕竟也有完整埋葬的遗骸被发现，这说明他们的文化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而且绝大多数尼安德特人并不实行食人。在我看来，食人是人类学中最有意思的话题之一，它打破了普世道德的幻觉，挑战了我们对禁忌的认知，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性的边界。而所谓做人，并不只是看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看我们为什么去做。因为做人很复杂。事实是，尽管我们自诩道德高地，食人一直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尼安德特人有时候会吃人吗？是的，但我们人类也一样，而且一直如此。但这些遗骸并不会让尼安德特人少一分人性，或许恰恰证明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那么，你们觉得呢？食人一定是错的吗？还是说它也可能有其他意义？留言区交给你们来讨论。